这是中年超人对军队最愤怒的一次。我是瓜皮儿，超人与路易斯前情提要。斯莫维尔的矿井内出现了 X 克石，这是能够赋予任何生命超能力的东西。商人摩根·艾奇为了挖掘 X 克石，大笔的钱投进了斯莫维尔，以慈善家的面目获取了小镇百姓的信任。路易斯不认为他是慷慨解囊的人，调查过程中认识了黑人记者马库斯，对方称手里握有矿井的关键资料。同时，遗传能力的乔丹在一次失控中释放了热视线，碰巧引爆了 X 克石，被溅射到的泰格获得了极快的速度。小伙子的能力极其不稳定，超人不得不把他带上高空，借助稀薄的空气让泰格沉睡。国防部接管了他，没想到这孩子竟逃了出来，甚至对乔丹发起了报复。几拳下去，乔丹只感觉到耳边嗡鸣，他连忙按下了传呼机，秒到才是安全感。泰格见状，那不是撒腿就跑啊！小伙子为了甩开超人，不惜一脚蹬烂铁轨。眼里的火花，那是对电焊的渴望啊！修复完成，泰格也早已消失。爆炸事件的视频不知道为何泄露到了网上，泰格就是靠这视频找到的乔丹。之前的德里克同样获得了能力，克拉克也去矿井周边查看过，里面铺满了铅纤维，无法透视。必须尽快搞清楚摩根在谋划什么。这件事儿被路易斯拦下了，克拉克还有更大的责任。经历昨晚的袭击，乔丹总会听到刺耳的噪音，他觉得这可能是普通的偏头痛，也就没有对父亲说。明天斯莫维尔校队将与大都会校队展开比赛，这对乔丹和乔纳森都至关重要。在大都会的日子里，兄弟俩没少被挤兑，特别是乔丹，大家都把他当成废物。同时，斯莫维尔矿井的开采工作也正式启动，这让不少人重新获得工作，百姓们生活条件一下就好了起来。这离不开拉纳夫妇的帮助，所以摩根让拉纳担任领导者的工作，升职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啊！至于路易斯的调查，摩根没太当回事，反正他也掀不起什么波浪。只是这次他们都忽略了马库斯。路易斯反手来到了拉纳家，跟他们夫妻俩说明了自己的怀疑，毕竟他手里没有实锤。拉纳升官加薪最有可能知晓矿井里面的情况。说到这儿，路易斯特意强调自己在和超人合作，可比起揭露摩根，他们夫妻更像跟随摩根。最直观的理由，凯尔有个兄弟已经8个月找不到工作了，直到今天摩根给了他养活家人的机会。资本面前，什么真理都是放屁。路易斯反倒更像跳梁小丑。学校里，乔丹让乔纳森保密，最近自己总会因为刺耳的声音引发头痛。他想先把比赛打完，再和父亲坦白。临出发前，克拉克打算教会乔丹控制力量。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能力时，控制才是最难的事。克拉克没想到儿子这么拉稀，亲自指导过后，乔丹掌握了挥拳的技巧。山姆来电，他告诉克拉克，大都会的监控拍到了泰格，这孩子速度太快，军方无法具体捕捉。考虑到孩子们明天要去大都会比赛，山姆决定派出1个师的兵力干他。然而泰格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斯莫维尔赛场上，老同学朝乔丹丢着垃圾话，刺耳的哨声让他头痛欲裂，自然也丢掉了比分。克拉克察觉出不对劲儿，但乔丹什么也不愿意说。下半场比赛，乔纳森主动出战，他绝对算得上是橄榄球天才，只不过被兄弟的超能力盖住了光辉。乔纳森指挥着全局，和伙计们完成了让2追3。大都会校队紧张了起来，垃圾话也不说了。随着比赛的进行，他们全体盯上了乔丹。战败后一拥而上，展开围殴。乔丹谨记父亲的话，他拼命憋住想要释放的力量，直到克拉克赶来，才在父亲手掌上宣泄了起来。斯莫维尔小镇，路易斯四处联络曾经的同事，可职场没有真感情，更不敢得罪顶头上司摩根，他频频被拒。马库斯找到了他，并带来了伪造的工作证，足以让他们2人溜进矿井内查看情况。埋伏在斯莫维尔的泰格并不是为了乔丹，而是寻找发小萨拉。能力又一次失控，萨拉昏倒在地。等到晚上凯尔回来时，才发现女儿消失了。酒店里，克拉克好好问了问儿子的情况，见乔丹还不愿开口，乔纳森只能把事情坦白。克拉克知道乔丹的能力在增强，同时也理解儿子必须要参加比赛的决心。谁的青春没有被故意找茬过？电话响起，是拉娜。他询问女儿是否在比赛现场，
他们调查了监控，泰格来过家里后，萨拉就消失了。克拉克瞬间就明白了，他让儿子们别乱跑后离开了酒店。矿井内，马库斯掏出了激光切割器，从墙后面发现了 X 克什，装备精良到路易斯叹为观止。你跟我说你也是记者？随即一道热视线扫过，两人被莱斯利发现了。马库斯凭借着手中的切割器击昏了对方，带着路易斯逃离了矿井。此时兄弟俩正翻看着电视和手机，想寻找到超人的踪迹，可并没有如愿。他们没有听父亲的忠告，跑出去和队友喝酒，正好撞见大都会校队。输得不甘心，对方又甩起了垃圾话。乔丹忍无可忍，准备动手。乔纳森一直在他耳边提醒让他冷静，但谁能忍受没有理由的侮辱啊？乔丹挥出一拳，却被乔纳森拼命挡住。与此同时，萨拉恢复了意识，他警惕地看着从小就认识的泰格。泰格拿出了一段录像，爆炸事件是乔丹引起的。泰格知道萨拉和他很熟，能不能问出点什么线索呢？空中巡视的克拉克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他赶到现场，先让男孩冷静了一下，紧接着听到了国防武装部队正在逼近。克拉克没有想到，山姆居然因为一个孩子，真的派出了一个师的兵力。枪口对准了自己，泰格紧张到能力失控，军方立刻下令开枪。克拉克连忙替孩子挡下伤害，士兵见状，切换了克什子弹，大超中枪倒地，心跳加快，脾气瞬间就上来了。一个眼神下的国防部不敢乱动，克拉克拔出了子弹，当场发起了飙，来自官方的认怂。离开前，克拉克再次安慰了泰格，有任何困难我会帮助你。接着他当面对质了岳父，首先那男孩不叫任务目标，而是叫泰格。其二，你们竟然对一个孩子动用了实弹，还是建立在他没有伤害无辜的情况下，更别提克什子弹了。超人对军方很失望，听到儿子的呼唤，克拉克来不及管那么多，他给孩子他妈打去了电话。路易斯只能把对马库斯的怀疑先放在一边。乔纳森手臂直接断裂，可能再也无法打橄榄球了。幸亏孩子年轻啊，恢复力强一些。父母知道哥俩都有情绪，所以没有多余的 talk， 转而聊起了路易斯在矿井内发现的一切。X 克什、马库斯、摩根和莱斯利，这一切扑朔迷离。次日一早，萨拉向乔丹问起了爆炸事件，乔丹选择隐瞒，这也让他心里很不舒服。萨拉是除乔纳森外最好的朋友，他开始意识到超能力只会带来麻烦。乔纳森抱着母亲痛哭了一场，随着宣泄，头疼病又犯了，而且比之前更加强烈，以至于乔丹陷入了昏迷。克拉克毫不犹豫地带着他飞向了孤独堡垒，只有那里才能救回自己的儿子。剧情开始香香了，大超那充满压迫力的眼神，顺便一提，子弹拔出来，战衣都修复了，克星战衣还自带修复的，怕这经费不是从隔壁闪电侠那抠来的吧？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